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里炸了锅了呀！有一个女士在征婚群里发聊天记录，吐槽自己让一个男士给骗了。哎呀，我那第一瞬间是觉得是被骗钱了还是骗人了呀？作为群主再赶紧问问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联系那个姑娘。后来算是问明白了。这大上个周有一个男士32岁条件不错，自己开了一个小厂子，一年在30-50万。这姑娘呢是31岁做会计的。哎呀，姑娘一看这条件挺好觉得特别喜欢，就表现出来很积极。两个人在上周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印象都不错，进展也比较快，这聊天话题都会比较暧昧一些。很快这上周末又见了第二面。这2天不是圣诞节和平安夜嘛，这姑娘一闺蜜就收到了一个大手镯子，就在朋友圈里晒呀，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她那个大手镯子呢。这姑娘就截图给这男士说了句我也想要一个。男士看到这个截图哎呀，估计是愣了半天隔了半个小时才回复，说现在有点贵你元旦再买。这姑娘一听就不愿意了，你这是装聋作哑呀，我这啥意思你看不出来吗？直接就打直球跟他说我想要你给我买个金镯子。男士这会儿一听也不藏着掖着了，直说你看咱俩才见了不到3次面，你跟我要金镯子不太合理吧？这姑娘就说我只是需要有一个安全感，觉得你是爱我的，愿意对我好。男士人家不愿意我们刚认识呢多久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么贵的礼物，我觉得你很拜金算了，我们俩不合适。这姑娘一听回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真能让他跑了吗？赶紧委屈的表示我不缺钱，我完全有能力自己买，我就是想看一下你对我的态度，我也没想过要，我只是考验你一下罢了。行了，人男士顿时悟了，立即答应这姑娘，晚上我就带你去买金镯子去。这姑娘一听非常开心直夸男士人很好，对待感情很认真。昨晚上下班两人就去金店了。这姑娘就选了大半天选了一款32克左右的，合计下来有2万左右。男士就去收银打包结账，很痛快不墨迹，一会儿就付完了。哎呀，这付完之后，男士把这小票给这姑娘看，你看我买完了吧？你能看出我的态度了吧？姑娘很是开心要接过金手镯。男士把手一抽你不是试探我能不能给你买吗？我买完了，这表明我的态度了，但这镯子不能给你，我得送给我妈。这姑娘一听就气炸了，就把这些过程还有聊天记录就发到征婚群里去了。男士也在群里就看这群里他俩人还有一帮人在群里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吵直到把这个姑娘给踢出群才安静。哎呀，这个事情前2天也遇到一个，就是还没见面这个女方先要金镯子，表示你得先给我个态度，如果2人能成这镯子收下，不能成我再退给你。我就纳了闷了，这是年底要收网进年货了吗？在座的各位记住找婚姻候选人，2人之间一定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他要考验你，凭什么？上级对下级才有考验一说的，在平等的关系里面，如果说考验，那就是互相对等的，他要考验你，也要考验他呀。在中国，只有党和人民才可以考验你。当他拿态度说事儿，拿通过让你给他送贵重礼物作为来衡量你是否对他好，体现你的价值，这样女人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愿意接受那咱就另当别论。当你去满足他的这项需求之后，你等着吧，后面还有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需求嘞。别高看自己，你是养不起他的。一个女人值不值得娶回家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看她会不会把你的钱当钱，能不能愿意给你花她的钱。如果是那种把你的钱不当钱，自己平常都舍不得买的东西要你给买，这种女人碰都不要碰，现在就可以止损了，养不熟的白眼狼。今天给你们说个有意思的事情可把我给笑坏了。昨天给一对男女相亲牵线哎呀，那见面过程真的是曲折又离奇，生气又好笑。女方93年的开了个服装店男方94年的开了个麻辣烫店，两人这工作也算缘分。给他俩牵线是互相先看过对方的资料和照片的。男方呢是没啥意见，这女方就有点觉得对方配不上但又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哎呀将就吧。两个人就约在昨晚一起吃个羊肉火锅呀。这姑娘人一开始挺明事理的主动提出没确认关系，所有的开销都要 AA 的。从这点这男士非常感动，一听就是个好姑娘，于是主动提出要去接送这个姑娘。这昨天晚上7点多这男士就接着姑娘接到了。这两人刚见面就有点网友见面的意思，现实肯定是相当残酷。男士又觉得哎呀，这女方这照片和本人差距有点大呀，他就问这姑娘你这是多久前的照片呀？现在看着人是富态了一圈。姑娘一听心生不满说我只是稍加美颜了一下，但我朋友都说我比照片好看的多了。哎呀，男士听完自己在心里就权衡利弊了一下。哎呀，笑了这么多年笑了一大圈了，别人都嫌弃自己也没谈个，哎呀算了不挑了，就这姑娘吧。人这姑娘对男方也略有不满，你这资料身高和实际也不相符吧？资料写了178，看着有170男士说哎呀我实际净身高175，穿鞋垫就有178了。这男人他不显高而已。
人家姑娘这心里也权衡了一下，算了，自己年龄都这么大了，谈了这么多年也没遇着合适的，哎，这个也凑合凑合谈谈吧。就这么两个人互相心里嘀咕啊，去了饭店。哎，这羊肉火锅啊，这前期等的时间就比较长，这两人就不好意思呀，刚见面都尴尬。哎呀，心里各自就打着各自的算盘，抓耳挠腮，到处找话题聊啊，个人兴趣啊，这个爱好等等之类，聊得还行。后面饭也好，两人是边吃边聊啊。都说这相亲啊得聊三观，男士就问了姑娘一个问题啊，你对人生有什么规划，有什么梦想吗？这姑娘听完呀，还寻思了片刻，这莫不是到了中国好声音现场了，就回了句啊，想当家庭主妇，觉得男人赚钱养家，她负责貌美如花，这就是她的梦想。男士这一听啊，差点没给呛着呀，心里多少不愿意啊。我干啥呀？我要辛苦赚钱，要你乱花呀？然后就跟那姑娘表达呀，你看我们现在都这个年龄了，结婚过日子更加务实一点，柴米油盐孩子上学开销太大了，这貌美如花不得花钱呀？现在这赚的都赶不上物价涨的，太辛苦了呀。姑娘听完啊，心里也不愿意。这男人的钱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格局要放大。只有女人在家里安稳，生活才会安逸，工作才会顺心，这赚的才会多啊。男士一听啊，不服啊，你这不傻子呢？没钱咋安逸咋安稳？气得这姑娘筷子一扔，多少有点意见。男士一看这情况，赶紧哄啊，就说自己说话呀太直了，但老实男人都这样。就这么两个人互相忍着吃完饭啊，饭后啊，男士就主动提出要看电影，这姑娘还生气啊，不去要回家。男士一看，那行吧，那就送回去吧。这姑娘又一听，哼，我说送你就送啊，你也不用这么直吧。男士就摸不着头脑哈，想不清楚啊，那是送还是不送啊？姑娘就挺生气啊，那你就送呗。行了啊，男士又开车送她回去啊。这回去的路上呀，可能吃羊肉喝饮料肚子不太舒服，就咕噜咕噜，声音比较大。这姑娘一听啊，又有意见了，觉得特别的不雅。越担心什么什么就越来啊，结果这男士没忍住，就噗的几声放出来了。姑娘很是生气，说男士啊，这没格局没眼界，心眼还小，把男士给气的也不憋了哈，连续噗了好几个，说我这拉屎放屁的天经地义，和你相亲咋我得憋死啊！哎呀，把这姑娘给气的啊，就让赶紧停车下车呀。女方走之后啊，这男士又给她打电话要饭钱，这姑娘很是生气啊，说自己被侮辱了，不给饭钱，把男人气的呀喊我理论。相亲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成不了恋人也别成仇人。我不经常说嘛，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肉馅增生啊。相亲可有意思了啊，真的是相爱相杀。我下会儿啊再给你们讲，哎呀，可多有意思的事情了。有些人来相亲啊，你是又挑又不自知啊，没得救了。有一姑娘大过年我让给急的啊，差点进了二院我。95年的29岁幼儿园老师啊，他给那相亲史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啊。相了6、7年了，就是没嫁出去，给我愁的是不行了啊。长得还可以，就是啊是眼眶子贼高啊，爱幻想不切实际。你问他择偶要求吧，房子要有，长得不能太难看，哎呀，父母还得有退休金，赚的不能比我低。问他你多少钱呀？他说4000多点，那我就给你介绍个6000的吧，那比你高很多了吧？他说不，6000的和我是差不多呀，不能低于1万。反正啊，相了这几年，各种条件不合适呀，我都已经对他躺平了。结果今天来跟我说呀，他要有对象了，让我给选选。哎呀，我这听啊一愣啊。上回我们去办那个相亲会啊，他来了，照那资料卡，好家伙，加了一圈年收入20万以上的男士，至少得几十位啊。每天业务非常繁忙啊。男友养成记，元旦一放假，昨天是统一安排见面赶场，上午、周五、下午、晚上一天啊接了4位。哎呀，跟后宫选妃一样。见完面给他兴奋的啊，晚上睡不着觉啊，愣是不知道该选谁了。一位啊比他大了1岁，这学历不高，人家能干呢，跟着父母开店啊，门店挺大，有车有房3套，而且还有2个商铺，最主要都是全款啊。男士也说了啊，准备再买一套这个大点的洋房啊做婚房，其他的出租，这样每个月光收租房子1个月就有上万了。这姑娘一听眼睛啊瞪得老大啊，这男人有能力，嫁给他我是衣食无忧了。可这一看这男士他就觉得不雅。说话大老粗，光想着挣钱买房呀，生活不是打牌喝酒就是 KTV 啊。这姑娘就试探的问了2句啊，吵架男方愿意哄女孩子不？这男士给怼回来啊，为啥要哄？谁做错谁道歉啊？给这姑娘气的那堵得慌呀。但是啊，又一坐上这男士的奔驰车，又觉得男士这个魅力倍儿足啊。第2位，这姑娘就说是一见钟情啊，28岁，比他还小啊，185的身高，身材啊特别好，而且皮肤白，有衣品会打扮，做保险这个行业。两人边吃饭边聊天啊，聊到家庭条件。一听啊，男士是农村的，有个弟弟和妹妹，父母目前还没能力帮他置办房产，还有点负债。哎呀，那个心里就不愿意了，饭也吃不香了呀，想着呀租房结婚，这不是扯淡吗？我怎么可能结婚租房子呀？可一看男士一眼，哎呀，那个心动呀，就特别纠结，爱情和面包难道不能同时给吗？说完他就跟我讲，
哎呀，自从见了他们呀，我是一晚上没睡着。这长得帅的没钱和有钱的长得丑的，我到底该怎么选呀？我就教他啊，这选人呐，别看长板，得看短板。你最不能接受谁的短板？他权衡利弊了一圈啊，哎呀，还是哪个都想要。我问他男方都什么意见啊？他说我还没联系呢，我这没确定下来选谁呀，我是不能联系。万一他们俩都喜欢我，我这整的脚踏两只船呢。哎呀，我一听啊，我说姐妹儿，你连男方啥态度你都不知道吗？你搁这纠结啥呢？我说这样吧啊，我给你问问人家，反正我也认识，对你印象咋样呢？你再做个选择。他说行，我就给第一位男士打电话啊，男士直接就说了性格不合适，这给这姑娘气的，就见了一次面，还没相处就说我性格不合适了。我说人家那是托词，原因是啥不重要，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啊。第二位也打通了啊，说已经有对象了。我这一听，你这也太快了吧？男人说昨晚刚见的，人合适啊，这时间就不成问题。言外之意啊，这姑娘不合适啊。哎呀，这姑娘可气的啊，这中午刚见完我，晚上就去见别人，对我太不尊重了吧？听完他又问我，这找对象怎么这么难啊？不是女人想嫁都好嫁吗？我的乖乖啊，你找个条件差那肯定好嫁呀，多的3000万的光棍，你怎么不从那儿选呀？隔壁村的五保户，你怎么不跟啊？这相亲和你选企业找工作是一样的，有些公司收入高，发展好，还没那么辛苦，而且还很光鲜。你得不到这个公司的 offer， 那是你实力不够啊。北大清华谁都想去啊，你分够吗？上个大专都费劲，人北大清华抢的都是状元的。你要求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别好高骛远，自作聪明，这儿看不上那儿看不上的，看上你的你就嫌这嫌那儿的，再这么下去，五保户得嫌你吃的多。今天我可让一个姑娘给我气大西北去了啊！哎呀，气得我真是差点乳腺增生啊！92年的，个子不高，外貌普通人，离婚半年多，女儿4岁，跟他父母。刚见到我的时候，在我面前那是啊，吐槽他前夫那半个多点啊。反正啊，上段婚姻他是既没得到钱，也没得到爱情，发誓啊，这会儿一定要靠婚姻改变阶级。哎呀，听他叨叨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你就直白点告诉我你想找什么样的。他说要找个有车有房有钱的男人。我说你直接一点说要求啊，别在那画大饼嘛。他说啊，车子要有30万以上，BB 现在没车出门都不方便，这车要不是个牌子还不体面。要个大房子，最好是别墅带保姆的那种。哎呀，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都没忍住啊，我就在那笑。我是没听错吧？你大白天做梦还没睡醒呢？他说我很清醒，我要什么？年薪不能低于50万，婚前啊还要给我爸妈买个房子，80平左右的就可以了啊，别太大了，方便呀父母给他带孩子。另外每个月要给我6000块钱的生活费。理由是啊，自己结婚之后肯定要以家庭为主啊，要做家庭妇女，需要每个月都有工资的。听到这儿啊，咱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气得我是脑瓜子嗡嗡的啊！你在我这上香许愿呢，我香都给你扔出去。我问他，你凭什么觉得人家开豪车住别墅有钱的人要娶你啊？他说我会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情绪价值，比如说他累了我会哄他开心，他想出去玩了我会陪着他，帮他收拾好家务，给他生个大儿子。我一听啊，这男人都雇保姆了，收拾家务就不用你了。生育和陪伴这2个属性，在婚恋市场那一堆未婚年轻好看的姑娘都能提供。你要有超越他们的优势吧？你没有优势，那你有圈子也行。你能认识一堆这样的男人，说不定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人就喜欢你这一款的。我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做微商的，卖洗头膏、护发素之类的，顺带还给我推销了一下。哎呀，我还花了200大洋买了一瓶。他说周边认识的男人比较少啊，多数都是干保险跑销售的，又穷条又差。你看你连这种有钱人的圈子你都没有，还想着嫁给有钱男人，还想着要给你零花钱，你这不是让人觉得你痴人说梦吗？他说所以我找你啊。哎，行，圈子你没有，你来找我可以，那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优势啊？我好介绍呀。他讲了半天想不出来。他说啊，一婚我嫁的不好，二婚我就要趁着自己还年轻，一定要嫁个好的。听完我就特别不能理解啊，你既没有嫁有钱人的本事，又没有优质的婚恋市场可以去选择，还想着把嫁给有钱人当成退而求其次的人生选择。我劝他呀，别瞎想了，老老实实回家呀，找个工作稳定踏实的，对你好对孩子也好的男人。他问我呀，我想嫁有钱人有错吗？凭什么瞧不起他？他也不想将就，如果再嫁一个条件不好的，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我这一听啊，给我气的呀！很多人都说呀，不想将就。你要是高考考了400分，你上了个350分的大专，那叫将就。你和我说你不上清华北大是将就，你觉得现实吗？人家清华北大压根就看不上你啊！另外啊，不是错不错的问题，你想嫁给福布斯榜1大哥啊，都没错。本质在于啊，你有没有嫁的能力啊？你现在要啥没有，这叫做梦，幻想靠婚姻改变阶级，坐享其成啊！你要想清楚啊，婚姻是双向选择，这种男人愿意和你结婚，一定是身上你有满足他结婚的需求，比如说年轻好看、家境好、性格好，或者个人能力强、有社会资源，要么呀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哎，温柔在床。你看你这哪样？他讲了半天，又啥也没有。
你想嫁的这类男人啊，如果没有重大缺陷，在相亲市场上很抢手的。别跟我说你可以提供情绪价值，这种是想做最容易做到的。总而言之啊，你可以广撒网去找，能不能找到那是你的能力了。你最大的错就是光盯着别人有什么，却不看看自己有什么，以为嫁人就可以坐享其成啊！哎呀，你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的挺美啊！你让我觉着恶心，不要脸。现在年轻人相亲啊，你能被他们给逼疯。家庭条件不错，长得不帅不行；五官身材不错，身高太矮不行；学历工作不错，这出身太差也不行。这下午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32岁，世界500强的客服经理。哎呀，这名声啊灌得很大呀，我让他差点没给我整崩溃喽。颜控加上身材控啊，找对象就想找到185以上有腹肌身材好的帅哥啊。他说自己相亲了5、6年，都是卡在脸这一关了。曾经也妥协过，找不到帅哥嘛，那就找一个条件好的不帅的吧。谈了3个月啊，男士摸他手一下就感觉难受，心里恶心对方的触碰，也恶心强颜欢笑的自己，最后实在接受不了就分了。我这一听啊，你这颜控挺厉害呀。他说对呀，要不自己能找不到对象吗？他就想让我帮他找一下。哎呀，说我这边圈子广。我问他你除了颜控啊，其他有要求吗？他说没有，就想找个有感觉的。听完呢，咱就给他扒了帅哥照片啊。有一位帅哥啊，这个素颜照长得很帅，他一眼就看上了。94年的，自己开了个洗衣店，父母农村的有个哥哥。这姑娘一听啊，完犊子了，农村的接受不了啊，自己啊是城市里的，就是不想去农村。我说你不是没有要求吗？他说我没要求啊，只要不是农村的就行，哪怕在城里打工我也愿意。好了，又给他介绍一位保险公司上班，32岁未婚的啊。哎呀，这姑娘又觉得这工作不太体面，大男人跑保险，就算帅让人接受不了。我一听啊，你不是说找个打工就可以吗？他说不行。后面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气得我呀，嫌人家33岁年龄大呀，想找个长得帅气的弟弟，大的不要。哎呀，大妹子，你都32岁了，弟弟们也想找妹妹们。他说啊，这男人大了啊，再发福秃头就不好看了。听完你真是能让他给气着啊！不一会儿啊，他就出去上了个卫生间啊，回来就跟我说啊，隔壁房间有一个男士啊，他看见了，哎呀，长得特别帅啊，特别喜欢，一见钟情那种，能不能认识一下？我呢，本着也想成人之美啊，就给旁边屋里人红娘要了男士情况。哎呀，我去，95年的，身高188，体重150多斤啊，这个硕士学历，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自己人家是搞金融的，年收入啊，哎呀，很高啊。这姑娘一听，哎呀，太合适了啊，这就是我的菜啊。我看完就跟她说啊，你还别高兴太早啊，我跟你说人家择偶要求，本人颜控要求女方98后，身高168以上，体重100斤以内，年轻漂亮，学历重本以上，工作事业单位。姑娘听完就来了句，怪不得这么好条件没找到对象，那他也是颜控啊。哎呀，后来陆续又给他说了几位，结果呀都是好看的嫌人家工作不好，工作好的嫌人家没时间陪自己，工作好有时间又好看的，他就觉得人家家庭条件不咋地。反正啊说着颜控，其实啊外貌、家庭、身高、收入、工作、性格等等有一样短板，他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行哎。最后呢，他就在那泄了气，发愁啊，哎呀姐姐啊，我怎么办呀？我都这么大了，再找不着我嫁不出去了。哎，算了，我妥协现实吧，不要帅的了，找个条件好的吧，有车有房有钱，能养我衣食无忧就可以了。听完呀，池子里的王八又撂挑子不干了，今天这门是真不好看呐。什么是真正的颜控啊？这个男人样子就长在我审美点上了，他其他条件啥样我都觉得无所谓，我不要彩礼，不要车房，不用加名了，甚至我不需要他赚钱比我多，学历比我高，哎，就他这张脸我就足够了。这叫颜控，这才叫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会天降馅饼，一切都是有价格的。相亲市场上颜控啊很不好找对象，帅哥和美女在相亲市场上比例每10位最多1到2位，颜值高的能在相亲市场上多半都是比较挑的。你要先思考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能让对方来看得上。说到底啊，相亲就是谈判，需要利益的互相交换。你的内心戏如何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在谈判桌上你必须要有实打实的筹码。想找颜值高的可以，那就要妥协于其他条件。想全部都要，那就要有全部都要的筹码，不要嘴上说着颜控，实际想空手套白狼，什么都没有，既要又要还要。如果你连利益交换都拿不出筹码，就狂妄的觉得自己在内心上对颜值上降低了要求，已经是重大妥协了，那真的是不切实际，这辈子都可能嫁不出去的。说的直白点，大白天做梦不害臊。你让我觉着恶心，不要脸。有些人来找对象呢，真的是把我当神灯搁那擦秃噜皮了都。许你3个愿望那都不带够的。我说真的啊，我真的不太想吐槽女孩子，但婚恋市场上这女人的思想，你有时候真的很难忍呐。上午有一姑娘来找对象，30多岁，离异带个女孩，气质不错，谈吐上佳啊，结婚5年，性格不合离了，男方留了一套公寓和一笔钱。听完遭遇啊，哎呀，咱心里是觉得离婚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确实不容易，
结果多少是让我有点多操心了。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随缘。我这一听啊，你这没工作，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个有稳定工作的，离婚带个孩子我就给你介绍个离异的吧。他一听啊，介绍离婚的可以，但是条件得好点。我问他你得多好啊？他说希望男方能够全款给我在市里买一个1室3厅啊，120平以上的房子。哎呀，真的肾上腺素腾的一下上来了。我说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市里一套房子几百万，镶金带钻都不敢这么要吧？凭啥给你买啊？他说啊，这是考验男人的忠诚度，你对我好啊，就得付出物质，让我有安全感。哎呦我的妈呀，这么个安全法，太多女人想要了，一堆未婚年轻又漂亮的，哪个不比你好啊？大姐急了，娶我得有成本吧？我看不到你的诚意，我怎么相信你啊？那说的那个鸡汤道理一套一套的。我问他还有其他要求吗？他说呀，希望男方能够给他买一辆车，不用太贵，20万以上，接孩子呀，这上下学方便的很啊。这个车的所有开销，包括油费、保险等等，男方全包。咱忍了啊，毕竟人都来上香了，得让他说完呢。他说这女儿的学费啊，也希望男方承担。女方的父母没有保险，辛苦一辈子了，把她给养大，有养育之恩啊，要给父母买上保险，每年至少2次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听到这儿，我是真没忍住啊，笑了一下啊，咋的？还得管你爹妈呀？他说对呀，我没工作没收入，嫁给他，我爸妈就是他爸妈。我问他，人家爹妈呢？他说他也可以这样安排啊，我也不是说只让我父母这样。我说人家爹妈不应该你来安排吗？他爸妈也是你爸妈呀。他说他没钱。哎呀，听完呀，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呢，气得直接升天呀！这么简单的2个字，没钱，你就想换车换房换钱呀？然后人家还没说完啊，结婚之后想要开个小店，要给他投资，还有孩子这一块要求啊，他自己不准备生了，男方可以带孩子，但是不能带儿子。你看看这一堆要求啊，先不说能不能实现啊，就这么多的要求，你拿我当神灯啊？你得给我擦破皮了吧？我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啊，一套房子300-400万，一辆车20万，学费1年5到8万吧，父母旅游保险1年5万，生活费开支1年10万，这刚认识你娶你得400多万啊，往后每年固定开支20多万。哎呀，上个年代土匪投资转世的吧你？这比上班可强太多了吧？一年没个180万的也不敢娶你啊！我问他，我说你在提物质条件之前，你先问问自己何德何能，对吧？你先问问自己有什么？你不算在婚恋市场上每年有多少女性供给吗？所以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和她同龄的，颜值还不错，事业单位的，未婚，人家接受男方离异有孩子，接受房子有贷款，接受和男方父母在城里同住啊。你是男人，你会选哪一个？在婚恋市场上，绝大多数啊有婚恋问题的人，一定是那些不懂得付出的人。你身材一般，外貌不突出，离异有个孩子，我觉得这不是你找不到对象的根本原因，本质在于你压根儿就不想为别人付出啊，你不愿意给别人生孩子，处处想对自己好点，想对女儿好点，想对你父母好点，却没有提供任何一项对男方好一点的。就凭这一点，你找对象就会很难的。我遇到很多2婚来找对象的女人，前夫没做到的，现任你得做到；前夫给的伤害，现任你得弥补；前夫的抚养费啊，现任你得无条件的完美接力再优化。大家都是头婚的话，互开盲盒，你人怎样，我就认了。2婚不说。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事情啊，男士呢是95年做跨境电商啊，这赶上好时候赚了一些钱，条件呢算是不错的，有车有房全款，还有一些存款啊。工作呢就是整天啊这个黑白倒班嘛，没时间啊没精力去找对象。我就给他介绍一个姑娘，我记得不是97年就是98年，这个姑娘当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嘛，刚见完面，男士对她很有好感的，请她吃了几次饭。这姑娘的态度吧是不拒绝也不接受，模棱两可的。就是男士找他吧，他就出来；不找他，他也不带联系的。两人认识了这么有1个多月啊，就有一次见面啊，这吃完饭看场电影嘛，黑灯瞎火啊，你想一想，男士就主动去拉这个姑娘的手，这姑娘一感觉到啊，就立马就把手给抽回来了。男士就觉得挺尴尬呀，心里犯嘀咕，这是啥意思啊？送这姑娘回家的路上啊，这男士就问这个女方啊，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这姑娘就说呀，我们毕竟刚认识还不熟悉啊，再了解看看吧。男士这个人啊，此生最痛恨被人吊着，可能被吊多了，他就觉得呀，大家都是相亲了，你说成就成，你别吊着我呀。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呀，后面又约了几次她啊，她都出来了，态度还那样，不冷不热。为了加大诚意啊，他又送了这姑娘一条金项链。人家姑娘收了，收的时候很开心呀。男士想着，这收我礼物了，这算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吧？晚上回去就给这姑娘发了一篇自我很感动的小作文啊，那写了好久啊，大体意思就是认识你之后啊，就很喜欢你之类的等等话，你做我女朋友吧。
这信息发出去之后啊，这女方一直没回复啊，男士气的呀，他要面子。哎呀，我这是跟你表白啊，多少你得给个面回个话吧。女方没回，他也就不问。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今天一大早6点多，这女方就发回来一篇小作文，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开心认识你，这半年呀，我想清楚了，愿意和你在一起。男方一看呢，气得不轻啊，没带好气儿就说呀，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你姑娘就赶紧解释呀，最近一直在忙工作，这才忙完，所以赶紧和你联系了。男士是越看越气，心里就嘀咕啊，成年人了，你做点啥猜不出来吗？你不用想了一圈，觉得别人都不合适才来找我吗？他就问这姑娘找他什么事儿。这姑娘就回复说呀，当时啊看完这个男士的表白小作文啊，挺感动的，想答应，但是又觉得呀这立马答应了不好，想要矜持一点，再想看看这男士后面的表现。结果男士就一直没搭理他呀，他自己面子薄呀，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也没发信息问。现在这不是终于有时间了，哎呀，男士看完这些话都气得呀肺都要炸了，直接就怼呀，你都矜持了半年了，大姐啊，你才想着回复我，我都有女朋友了，你还是当我死了吧。说完这句话，这姑娘也很生气啊，就发了一堆啊，大体意思就是啊，才多久你就谈上恋爱了，幸亏当时没答应你，真要在一起啊，以后啊80%也得出轨。说完就给男方删了，男方信息没发出去啊，气的就把截图发给我，看完我能说啥？要不我也送你一台叫阿姨吧。以前的矜持啊，那是真矜持，那个时候这一见面就特别的害羞啊，声音也温柔，步子都不敢迈大的。现在的矜持啊，就是我故意挽回你信息，欲擒故纵，吊着你，让你得追我，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结果没成想人男方不惯着，自个儿玩砸了。你去相亲，你要学会感恩的，你得想想，一个人凭什么每天都要对你早安晚安，闹钟都没有这么准时吧？汇报日常，分享自己的生活，去关心你还担心你，人这个不是成为的是什么呀？相亲啊，你要给够别人尊重，你才会有福报的。觉得对方条件好，人不错，那就相处看看。成就谈，不成就散，别权衡利弊，算计的太明显。你不想谈，还想让对方一直追着你舔着你，这事儿啊，你就太缺德了。你咋这么完蛋呢？今天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颜控，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啊，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啊，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啊，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啊，你1个月月薪啊，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她想找个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啊，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啊。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啊。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啊，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啊，让前台去收剩下的。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啊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啊，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啊，以前呢这人相亲啊都介绍自己，哎呀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
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一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绝对的减分项，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啊，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啊才怪呢。